是各位，叫美男啊，哈哈哈，诈骗什么意思？现在都不是问你为什么叫美男了，问我凭什么叫美男。我也问我家里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，家里说是找那个算卦的给我算的。真名啊，算的不准。所以说不要相信那些算卦的算命的啊。我之前也碰到一个算卦的，那个算卦的手里举着一个大牌子，上边写着10块钱，不用说话就能知道你姓什么。有人见过吗？有。我说这也太神奇了啊，他能知道我姓什么。我就给了他10块钱，他就拿出2张纸啊给我来回看，最后真的算出来我姓张了。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，为什么我要花10块钱知道自己姓张。后来我朋友跟我说，你一开始给他微信付款是吧，就显示你姓什么。哎呦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，我平时会发一些旅游的攻略，有用啊。前一阵子去了一趟南昌，有人去过吗？去过哈，有个景点叫滕王阁，如果你会背诵滕王阁序的话，可以免门票。我当时还想，你说当年高考刺激我都没有背过，有可能会因为明天那50块钱门票去背吗？太会了。因为你如果今天晚上背过的话，明天就能省50，你都是给自己学的呀。我听说背诵免门票，当天晚上就失眠了，睡不着。我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背过，背到第2遍就睡着了，太好睡了呀。说什么年轻人现在都容易失眠是吗？你看书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，书中自有褪黑素。虽然没有背过，但我第2天我还是去了啊。我想试一下，万一背过呢？刚到景区，把身份证给了那个工作人员，我说你好啊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。他说停。我说哎。什么意思？玩不起是不是？不是说背诵可以免门票吗？他说是，背诵呢可以免门票，但是你得去背诵点，这里是售票处。不是光我自己走错了，我往外面走的时候，在那个排队的队伍的末端有个大哥也站那儿背呢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他。我看他拿个手机在背什么庆历4年春呢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乃重修岳阳楼。我就知道完了，告诉他来不及了。我自己去了背诵点了，有人去过吗？有，他挺远的啊，但是你很远就能听见这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啊，声声刺耳的。背什么的都有。它一共有2层，1层是那种成年人背诵的地方，你会发现啊，整个1层没有年轻人会背。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有会背的吗？没有吧？哎，有一个看看，那也不让你背。我讲了快10分钟了，让你装一下子。就没有。我发现一个大爷年龄非常大了，我说大爷，你会背吗？大爷说，我会默写。我说那你可太棒了呀。大爷说是，我不像年轻人呐，不懂得珍惜，天天就知道玩。我说哎，大爷，我用你教育我了吗？但是这个2层就不一样了呀，2层啊是那种小朋友背诵的地方，就是未成年。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可以背过的话，
可以免2个家长的门票。这个政策可太厉害了呀！有哪个家长能放过自己的孩子呀？我一上2楼啊，在那个楼梯口看一个家长对他孩子说：“这个地方是接乎，不是栽乎。”我说：“你会你上啊，你难为那个孩子干什么呢？”而且我去问了一下那个孩子，才不到6岁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概念啊？一个不到6岁的孩子，哪怕他一个字儿不会背，他也能够免门票进去。刚才那个大爷他也能进去，他们本来就免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证明自己会背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说可能是政策的问题。你想一个孩子背过，免2个大人的门票，我就在那儿等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不是我自己这样想，1楼没有背过年轻人，全到2楼找孩子去了。你们有看一个电视剧叫《情深雨蒙蒙》吗？里边叫可云的，有印象吗？你上2楼去看，全都跟可云一样。一上楼，呵呵，我的孩子呢？哎，后来真的让我抓到一个啊，一个小男孩自己去的，11岁，上去没有5分钟就背完出来了。我说：“哎，兄弟，我说你能带我进去吗？”他说要100块钱。好，掌声送上给美男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有造型啊，我有造型。你有造型，时尚美男，时尚花美男。各位，请看。啊！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因为他今天进造型室的那个诉求就是他觉得他发际线有点高，我就给他整个刘海儿。哎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上来？他们说这有点像制片人上来了。给制片人老师一个特写。哪儿呢？没带啊？啊，在导播间，导播间需要有一台机位。哇塞，这个样子不模仿刘欢也是糟践了。然后还有了，但是他长得太像咸鱼了啊！还真是，没事，不重要。重要是在于刚才那位老师，刚才举手那位想装一装的同学，展示一下呗。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，兴奋义诊，地接衡庐，金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金而引瓯越，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，人杰地灵，徐如下，陈蕃之榻。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，台隍枕夷夏之交，宾主尽东南之美，都督阎公之雅望，齐己遥临，欲闻新州之义范，詹维赞助，詹维赞助。詹维是谁？好嘞，姜维是谁？厉害！齐墨，他背的对吗？对呀，没人知道啊，应该对吧？因为全场只有一个人他会背。哇，这个背这事儿太厉害了！哇塞，张美男，你们家本身就给你真的就是起的这名儿，真名就叫美男，确实有点为所欲为了。我也说过很多次，我说为什么取名时候不跟我商量一下？那爸爸叫什么？张美人吗？妈妈张美女，这家人。美男现在这个发型就很匹配他曾经的身价。啊哦，美男曾经身价过亿。原来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做了一家连锁酒店品牌。对，然后当时全国有40多家店。哇！当然我们融资是融了4轮，一共融了3亿多一点。哇！哎，你说完这一段之后，感觉这个美男这个名字又得配他了哈，就是真不愧是真名儿。对，容光焕发的。然后到22年就破产了嘛。不配了，名儿一般了。对，后来又自己做来俱乐部又挣了点儿。这名儿又配了。哎，现在您那俱乐部还有特别多的知名演员啊？现在最知名的可能包可爱知名一些。昨天成绩特别好，昨天下台之后让我给他拿水，让他背《滕王阁序》。
他练格斗的，我也不太敢惹。但是现在俱乐部还能挣钱，还是说明经营还是有一些方法。对，人家有自个儿的招数。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做酒店的时候，大家说酒店成功有3个关键点，就是位置、位置和位置。谁跟你说是个结巴跟你聊的吗？走了。说最重要就是你位置。然后他总结3点，3个点。3点。您说这人多听劝了。对，那个人可能就说了1遍。太冒犯了。您听进去了，然后所以说做的还不错，恭喜您，恭喜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又不是第3个，根本就没有男的。老板反映说，到场上发现第1排、第3个不是他，不是他没记住，又不是第3个，根本就没有男的。我说的是第1排最左边内行的那个最靠右边的这个人。这里是售票处，我讲了快10分钟了，让你装一下子。吴鼎，我已经做完造型了。哎呦，那我也来搭配一下吧。露丝老师，我觉得我这个穿搭缺一个点睛之笔。是的，因为你现在整个注意力都在这个黄色鸭子上。我给你换一个注意力的焦点，那就是咸鱼了。哎，好。这个衣服上的小咸鱼啊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我太喜欢了。听说用咸鱼拍张照，挂上去啥都能卖，我要把今天的造型挂上去。这你得感谢神奇的咸鱼，也是让你吃上穿搭博主的饭了。太好了，那露丝老师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好嘞，那么下面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演员啦。兄弟，这么多年挺不容易，对吧？兄弟，我给你找个好地儿，咱们来一把。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加油，我们一起加油！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 ，OK 吗？谢谢。搞的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嘛。加油，吴鼎！有请吴鼎。哎，大家好啊，很开心啊，最后一个了，怎么样？累不累？朋友们累不累？累啊！现在属于是张艺兴老师来了，累啊！这是大张伟给我设计的开场段子，就是他给我设计的开场段子。栽赃不是这段。我说我不讲，他说这累。他还给我设计了一个太羞耻了，我说我都不太好意思讲啊。讲一下啊，他说你就这么讲，说大家好，我叫吴鼎。我就不能在天黑的时候演，因为天黑会犯错，吴鼎会着火，然后真好使啊！吴鼎会着火，吴鼎会着火。演，我还是不懂喜剧啊，好吧。OK， 开始最后的幽默啊。咱们深夜了，聊点成人话题好不好？好聊，可以吗？对吧？稍微尺度大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聊点成人话题。租房，太刺激了！我告诉你，租房。哎，你们在长沙租房吗？租。哎，想租个好房子真的挺难的。我刚去杭州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去大城市，我想我咬牙租一个比较中心的房子，我过点这种都市时尚生活。我住了没几天，我发现我们小区楼下有人办白事儿。办白事，跟我老家农村那种一模一样。我说你们有没有见过，就有人去世了，然后找一堆乐队在那儿表演，在那儿唱歌念经，家人站底下看他们唱歌念经。我说这跟 live house 有什么区别？啊，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个人没有 live。地狱小王，你差不多行了。早晨8点唱到晚上12点，哪个乐队这么能演？